水源之间这张地图不好防守，有时候呢不得不进行抢点。那么这是我对局中的一些应对方法，大家可以参考使用。第一回合默认的都是抢2楼嘛，有时候队员动作很快，道具还没落下，别人就已经过来了。那么我可以利用冰冻弹来减缓他们的移动速度。这个人从外侧过来，距离比较远，可以打。打掉之后果断回头，因为左侧1层是没有人帮你抢的。如果1层直接上2层的话，是很容易打到侧身的。这个人把 A 通放了，那么我们就从 A 通过去。前面已经有队友开路，但是防止1层又转到 A 点去了，所以说我们还是得慢慢谨慎的过去。A 点最大的威胁点其实在空一，上面有自己的队友可以不用管。从这边过的时候正好看到他家那边有一个，不知道是不是狙，崩一场残了。这个人不是狙的话为什么不走啊？那么一丝血他怎么能反杀得了我啊？没有1枪秒杀的能力的时候，残血了一定要跑。上面有队友我们就可以选择下 A 点的包。2个队友在 B 点被打掉了，我们可以在包阵丢个 C4， 然后到另外一侧去。按照他的转移速度，目前他是转移不过来的，所以说我们周边是安全的。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自己要待哪个点，避免被他抓住。缆车这个位置看得到包，但是上面或者说他加过来的话就比较危险。队友在空一听着包声，我们可以拉远一点。手残不小心把 C4 给按了，太可惜了。队友那个位置是听得到拆包声的，如果说看到他箭头突然看包点的话，那么他一定在包点。队友这一波包点很及时，如果说这个人没听到拆包的话，包肯定要被拆的。不过还好，4杀拿下第1局。注意到有队友一起抢2层的话，那么我们肯定是要配合一下的，包括我们要补防爆装置，防止他们吃道具。他们拉第1枪线，我们拉第2枪线。对面拉的这个枪线的确是很好。那么他们2层人多不好跟他们争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从中路冲出去扎针，凭借高额的移速去偷他们2层的屁股。不要从左边窗口跳下去，因为从左边窗口跳下去容易撞到中路的狙。到这个位置开始加速了，拉出去。没想到对面2层直接退下来了，好多人。这一招对于3、4个都冲2楼的人是比较管用的。这一招出门也怕有人卡在这个石墩子后面，毕竟冲锋就是冒险嘛，被人抓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队员既然不冲了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主要是控2楼为主。这个控2控住了就能控空一，空一正好又能控 A 点，所以说这都是连锁反应的。看到天上有一个雷，但是不确定它是不是一个定点雷，所以说就只躲一下。检查2楼没有人了，注意到中路队友好像已经出去了，我们就该排一下他们家这边了。下面队友要到 B 了，我们得帮忙拉一下枪线。空一的队友掉了，我们从空2看一下空一。这个人是在 A 门口打掉的，我没听到枪声，那么应该是在 A 斜坡。A 斜坡要么转他们家复活点，要么转我们家复活点。他们家我们队友已经去了嘛，这回就得留一个人看自己家了。我身上又没有包，所以说我们就在后面等着，等绕家的。冰龙就是那个 A 斜坡的人，这一波真的是没看到，不过还好队友收下，成功扳回一局。到了防守房之后，照样是要抢空2的，我们就选择进攻性的背包。切着刀快速的赶过去，我虽然跑的没有他们快，我们后面就帮忙补道具，被弹回来了，往左走一点。队友应该是要被闪住，我们过去帮队友。这种反速攻的闪其实也可以溜的。打掉之后，我们可以迅速看一下空一，因为可以抓到空一的人。这边看到横向弹道，以为是他家打的，没看到人，突然听到脚步，那就直接拉枪有脚步的位置，正好听到1层还有人。哎呦，这个眼睛那真的是。随后还是继续把2楼控住，随时观察空一的情况。A 点既然下包的话，那么我们控2动作慢一点。他们如果说是要控1的话，我们控2可以打他。队友快到 A 包点了，还没交火，好交火了，赶快过去帮一下。他从我们家过来的应该是安全的，我们就直接过去就好了。毕竟 A 点这个包能看的点太少了，控1加上我们家方向没有问题，那么只能在这个穴道了。有时候2楼不推荐很磨蹭啊，磨蹭的话就容易从中间掏屁股去了。我第一回合提防的就是这种情况，直接扎针从右边拉。1层虽然说看到我了，但是他不能第一时间来处理我，先处理2层的，把他干掉，回头处理空1的。打掉之后，他家居然还有防爆，可能他家有人。控2队友没抢下来，可惜。目前1打2，队友这个操作就很优秀。声音已经往 B 点走了，他趴在这个位置的是听得到别人下包的声音的。1打2胜率不大，但是别人如果有一个人在下包的话，就相当于就是1打1。听到下包的声音了，进步过去，成功双杀赢回一局。
上一波从中路直接就掏他们 A 点的屁股了嘛，他们肯定会有防1层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从2楼再冲过去的话，又打一个出其不意。毕竟一回只能顾一头嘛，被打了直接趴下，等一下配合队友一起打。配合队友前压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侧边雪道正在干架。2层控住了，可以迅速支援1层的，不仅仅是控一。这个打掉之后，直接从左边拉过去，防止他家有人。包括包还掉的这个位置，我们就主要是在这个位置看包就行了，5打1就不要乱找了。最终被队友抓住，成功赢下本场比赛。所以说这张地图控2很关键的，控2要是能控住的话，那真的就是赢下一半了。溜了，明天再见吧。今天我们来看一场发生在坠机之地的精彩重狙4杀。没错，2个精彩片段加起来就是4杀，没开玩笑，它就是1回合发生的，只需要卡好点，他们就挨个过来送的。在枪械展示中发现对面是4杆狙，那么有可能在家里抽人，所以说我们第一回合直接选择去 K 点，去 K 点是最稳妥的，防止别人起狙只是在吓唬吓唬你，实际上直接冲1楼了，是不是？我说过枪械展示信一半就好。有一个人进去了，后面没有个人，他既然卡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回头卡 B 通。毕竟这个点如果卡2个人的话，其实不明智的，我们就只需要把 B 通防着就行。在 K 点加枪，千万不要带镭射，不然的话太明显了。刚刚是2把枪发出来的弹道，这个打掉了，应该还有一个，但是那个不清楚在不在他家，但是不用管他，只需要架好就对了。这个时候很大一个脚步声从 B 通下来了，然后正在翻越，那就直接切手枪帮他。翻越是有声音的，一定是会被听到的，但是如果进步往前走的话，他就会像第一个人下场一样。队友刚转 B 通就被抽掉了，那么说明他们家还有一杆狙的，不用管他，我们继续架好 K 点就行了。我们反正有警觉嘛，后面来人我们听得到的。比较怕的就是队友耐不住寂寞，忍不住去看，然后被抽掉了。然后在人少的时候直接集体冲 B 点，这个时候听到声音了，他们过来了。注意看一下地图，位置已经显示了。我目前是不敢动的，因为我在暗处，他们在明处。本来想阴掉一个的，但是这个人带的是警觉，直接探到我的位置了，然后第一局就非常可惜的输了。那么对面居多喜欢在家里抽的话，那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树后，然后架好他们。再加上上一回合已经知道我们喜欢站 K 点的话，那么都会从 B 通下来处理 K 点的。所以说我们卡完 K 点之后来这个位置是大概率能抽到人的，而且这个位置也可以看到敌方附我点的。如果小伙子在游戏开始几秒钟不动，我只要架到这个位置，他就可以不用动了，直接等下一局就好了。这个位置架好之后，比较怕的是从中路穿我们家来了，但是5金那边是有人的，他如果出问题了，我们才容易崩嘛。他如果没事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卡着就行了。根据队友的调点，差不多也确定他们家楼上是有人的，我们就卡好就对了。收集召唤敌人，没事，反正他在左侧嘛，他只要想离开那一层楼，肯定要经过我的视野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原地站着4杀直接到手，这个位置不错吧？不过这个位置不推荐连续去啊，因为连续去容易出事。我想是敌方有可能贴车打我，我就起了一个爆炸弹夹的 AMR， 我想炸车的，但是别人就直接在家里提前等着我了。所以说这个点位千万不要连续着用，因为连续用很容易吃亏的。然后在观战视角的时候是中路炸了，然后中路包 A 的。我们来看这个喷子小伙伴1打3，一起来看看他哪些操作的好的，值得大家借鉴的，哪些操作的有问题。给大家指出来，后面注意哈。他从这边过的时候，沙包楼其实在切枪，声音已经漏了，但是这个人他没注意到，从这边跑的时候后面空枪了，然后他就躲起来，听到有狙在抽他，他立刻躲起来了，这个反应速度很好。就怕的是后面有人抽他，听都听不到的这种才比较可怕。然后他直勾从1层过去，这他有烟，其实可以布个烟的，不然他进的话，沙包楼直接有狙卡着的话，他就死定了。他半来半死的人居然是带包的。这就是很经典的3打1，妥妥的优势。带包的非要去 A 楼里面去下包，遇到这种队友我也是头疼的一批，真的是喊都喊不动的这种。注意时间，还有9秒钟、8秒钟、7秒钟。拖时间的话，千万不要被单杀了。像这种已经下不了包了，对面唯一的破局方法就是把他杀掉。小伙子想卡最后1秒钟探个人头，但是吧，万一在最后1秒钟别人直接一刀划了，那就真的是把优势又葬送过去了。所以说还是不要贪的为好。对面既然喜欢在家里架狙的话，其实我们中了打烟，然后强行偷他们家也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断掉的飞机中间起烟，然后防止他们家去抽我们，然后门口一个跟过去。后面有人扫我们，我们借着游击加速拉出去。打掉之后呢，不清楚他们家烂楼是不是有人啊，也不清楚有没有狙，然后在这边等一会儿，听一下动静，没什么动静了就可以往这边丢个半雷，然后摸上去。这个狙是真地烦呀！
然后记了。换边之后呢，肯定是要以 B 点为突破口冲 B 点嘛，中路起烟，然后从中路压过去。我封的是5金柜台的烟，大家如果想知道这哪个方向的话，回去倒放暂停就行了。小伙子也学到去 K 点了呀，一枪崩了他之后直接进5金1。听到他们家院子有人，这边布个半雷，然后在这边回血，然后准备清理5金2的。千万不要去看那个沙包楼的方向，因为沙包楼那个方向如果说站个狙怎么办？很麻烦的。然后听到脚下来人了，好家伙，这个半雷没触发，把手枪换成他的狙，以便一会儿打远处。听到院子有人开枪，还有人，那么我们就主要在这儿提防着他就行了，然后看击杀信息，知道自己周边有人，但是不清楚敌方位置在哪儿的时候，包在旁边也不要去捡，让队友去捡，队友去当那个炮灰。这个 C 次不知道是手动按爆的还是说自动爆的，反正默认他就我身边，保护好自己就行。4打1，别着急露出去，等他露出枪声了，确定位置了再去帮忙。队友被狙抽掉了一个，但是因为狙带的是消音，我不确定他的位置，有可能这个人是在沙包楼抽的是 A 包点的，包括队友标的这个点有可能是对着墙标的，标的只是这个方向，但是不确定他是在院子还是说在沙包楼，所以说我们也不要着急过去，就看着这条必经之路，除非说队友开卖爆点说在院子，或者说是出现精神击杀，就像这样出现喷子击杀了，那他一定在 A 楼，赶快过去帮忙。我们去帮忙，能帮队友就帮队友，帮不了队友的情况下一定要看包，包不被拆就行，这就是单排保证自己存活率的一种技巧，毕竟单排谁都靠不住的，只能相信自己。那么第2回合继续打算从中路布烟，然后从中路冲过去的时候，突然注意到家里狙被抽了，同时我的烟还丢失败了，那么就回头把他的狙拿着，方便一会儿使用。大家在危险地方捡枪的时候，一定要练着这种过去的一瞬间就能把枪捡住，千万不要站着不动捡枪。开局不到18秒钟，人掉光了。小伙子术后架狙学的挺快，还是那句话，术后架狙用一次就不错了，你再用一次的话，那你肯定容易掉的。狙掉之后直接切刀，从 B 通准备往下压。不确定前面有没有人的话，那就直接切小平板扫不到了，慢慢往前挪。虽然说有可能撞到带幽灵的人，但是你进步慢慢过去，耳朵跟平板同时使用，听到一点动静了之后就保持警戒就可以了。从这边过的时候提防一下那个车后面会有人，没有人，目前3打1，那么就呼叫队友一起来 B 点，毕竟现在包还在家里，我们就直接上这个沙包楼。3打1最好的方法还是去 B 点下包，然后我们就在这个位置，主要是排院子还有2楼的，不仅仅是敌人，自己的队友你看带着包往 A 楼跑，他掉血了，聪明一点来 B 点嘛，一起冲 B 点。看到人在这个板子后面，我们打不到他，只能丢个半雷，看看他们能不能踩到。A 点还是下包了，如果说这2个人再被打掉的话，那我真的是要裂了。烧到了，还在左边，但是我已经到这个最边上了，已经打不到他了，建设也建设不到他，我也不敢跳下去，我跳下去没有掩体我会死的。1层掉人了，那说明已经翻过去在门口了，卡好这个门口等他出来。这真的，哎，开劲召唤敌人。不过还好，你在这瞄，那我瞄你呗。对局成功来到4比3。最后一波没打过，看这个队友的刺杀操作。看左边击杀栏，他已经击杀了一个，半雷第2杀。看着他应该从这个门口出去了，但是他突然回头了，应该是反应过来了。门口队友能被打掉的，那肯定是有枪线的。至于是 K 点还是加也不清楚。哇，这真的是拿命取包呀！这个也能打55，然后从2楼蹦下去干那个人，还好打掉。他带的还是一个人针，直接回血，然后躲在角落里面，换完子弹直接进 A 包点，准备下包，然后提防一下 K 点和家里，直接下这个内侧包。大家注意一下他的连杀技的分数，还差33分就可以召唤空投了，那么说明他杀了4个人，然后加上下一个包等于500多分。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无人侦察机、电梯小车和炸弹小飞机，他们需要的分数分别是400、450、500。那么如果他带的是爆破3件套的话，他目前这3样东西都可以用的。你说他亏不亏？然后这一波差点被打掉了。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老老实实玩爆破的话，那你请你把3件套一定要带上，万一你来个3杀4杀呢，是不是？无人侦察机和电梯小车这个能带领你获得更大的优势的。你看他这个差点都能召唤空投了，可是就是差点分，很难受。5杀加下一个包，终于可以召唤空投了，可惜游戏结束了。那么这个小伙子最后一场直接5杀拿下，不然就要打赛点局了。
一打3点局就胜负难定了。实战中涉及到这么多技巧，你学会了吗？溜了溜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